那想请问一下，一般接单的话，如果只订一杯饮料的话，你们会送吗？那你有没有把人家东西弄坏过？啊，就整个袋子都是湿的，好像以为自己那个买整菜名。然后我们有没有遇过穿很少的来拿餐，或是有没有遇过片中的情节？哦，目前有遇到一个是真的，就是接到单，就是我才刚拿到餐，准备去他的地点的时候，就是傻旭吗？对，然后到现场之后，原来是放在门口嘛，在门口等我拿餐。按订阅不用钱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企鹅，今天我们要拍的主题是，总会有电铃，等我一下哦。不好意思，有外送哦。我刚有叫外送吗？Hello， 不好意思。有叫外送哈？有，真奶嘛，6杯。对，真奶6杯对，然后多糖。多糖吗？没有你那个时候跟我说无糖去冰呢，现在是怎样？不是，你是店员吧？店员跟外送员不一样，外送员我不管，我哪个不要了，我不送了。好了，应该不行吧？我们今天主题是要聊聊外送员的那档事。外送员有什么门槛？在疫情期间，为什么要选择做外送员？心路历程会不会有甘苦？欢迎我们的傻旭 ，Hello。那我们今天直接来直呼正题好了，就是为什么你退伍之后要第一个选择工作是做 Uber Eats？就是我大学没毕业嘛，很难找工作，因为那时候刚好退伍遇上疫情，可能大家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。那对，外送这个行业就是新兴嘛，变得好像很好赚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就试试看好了。那真的有这么好赚吗？就是之前番茄界被的赚，真的是极好赚吗？因为真的不能出门呢。说真的，有些时候我不会每天上去跑，所以月收入其实不准。那我可以时薪来说，我在台中跑这几个月时薪平均都有200到300。哇，你觉得有值得吗？值得是值得啦，但是就是要忍受风吹日晒雨淋。哦，辛苦哦。有没有遇过就是你送完那个单之后，他请你说，弟弟来我们家吃饭呐，有多买好几个？这个情况我没遇过，因为其实 Uber 疫情这段时间，大家都送到门口，对，只能送到门口，不能接触取餐。而且你是疫情开始才开始做，对不对？差不多。我曾经有遇过一个比较瞎的，他也送完了，然后我也下去拿，结果下去拿的时候找不到我的坑点，他送到隔壁了。我记得那一次啊，我对，然后他等很久，我就在楼下一直找，然后找我的那个餐点到底不对啊，桌子对面也不对，桌子也不对，它是白色的桌，然后我们家是那木头桌子，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，他也说他送到了，他就送到别栋去，然后我还是找不到，后来我就请协寻什么的，然后他就退我费，然后后来我还是挺开心的，说一定要找到这笔订单，然后之后我还是在某一栋说，就是这边，然后看到我就拿走了。但会不会那其实根本不是你的？那是我的，你确定？因为我点东西内容一模一样，有可能那一栋刚好那个一模一样是白色的桌子。那你有送错过吗？目前是只有送错过一次，因为他那个是系统上面给我的地址，还有他实际的地址是不相符的。对，所以我就是可能是隔一条巷子，但他其实住这。那还好，就打给他问他说你到底在哪里？我没有，他们通常都送完就走了。我那张单指定是放在他机车的菜篮里面。还有这种可以这样？我的机车号码是多少？对，他没有说车牌，他只有说就是他骑楼下有台机车有菜篮，他叫我放在里面，那刚好我就看了白色的菜篮，我就放进去了。结果然后地址也一样，就地址也是他给我的，但我才刚转出去那个弯，走过来说我们是另外一条街啊，地址给你这边。我说对，因为他说他好像早一点，早上午餐的时候他们外送也送错地方，也送到同一个地方，所以就可能是系统上的问题。那他已经送错了一次午餐，他晚上还继续订，然后他白目啊，不知道讲，那他自己的问题吧？你们一趟应该抽大概20-30块而已吧？没有到这么多。我可以稍微透露一下行情，最短的距离有可能，我以西门为例好了，他在6号出口送到1号出口，就是一个马路的距离，40块啊，送爆啊！因为我没跑过台北，我不知道，但台中的行情是40。对啊，那这种一定送爆。因为像有些人这种事情只有早上会发生，早上，因为早餐时段，我知道他根本还没准备好要出门，他就先打电话，帮我楼下那边。这是冷知识哎，这样我蛮喜欢。可是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们挺强的，我们就是打电话给阿姨说我要什么，然后我等一下下去拿。对啊，那不是更好？对啊，代表什么？台中的人都很有钱。我要去住台中了，我就不用再 King Cam 了。可以去香港，香港有钱。是的。那想请问一下，一般接单的话，如果只订一杯饮料的话，你们会送吗？我送爆，因为我们是算里程的，所以假如说今天这个地址到这个地址，他点1杯饮料，他点10杯饮料，这样子更重。可是我赚钱是一样，所以他就是只点1杯的话，我当然最爽啊，就是很轻啊。那你有没有把人家东西弄坏过啊？没有，没有，就翻整个饮料打出来。对啊，
啊，我在上海的时候有一次就是订的那个什么汤什么，然后就直接倒了。对啊，就整个袋子都是湿的，好像以为自己那个买菜菜米，然后我那次全部在里面。然后那时候外送员说不好意思，我不小心把你打翻了。他说哦没关系没关系，我就还没关系，没办法整个坨变一坨像就很没有那时候台湾还没盛行这个东西，那我就觉得他们这样很辛苦，我就觉得算了啊。请问一下，你遇过最扯的 OK 是怎样？因为你只是送餐，应该 OK 比较难吧？到底外送员遇到 OK 是怎么样的？催我太久那种情况，就是因为我刚刚说过 Uber 它一次是最多接2张单嘛，到第2个地方要取餐的时候，结果那个地方的餐还没准备好，我就在那边等，然后我那天好像等了快10分钟。那是店家问题对，是这样，因为其实 Uber 是你要准备完成之后，你才可以按匹配外送员，但他们可能是偷按先按店家不能这样我在等的当下，就是那个 A 先生，他就是直接逼我说，我只是一个卤肉饭，为什么那么久？我觉得传讯好声好气跟他说，就是可能就是猪肉还在切，要请你。那可能猪肉还在养吧，反正就是要请你再稍等一下。我们要遇过最扯的 OK， 他讲完了。因为一个卤肉饭，然后就骂他，他说没办法，然后脸臭啊，就脸臭就结束了，就这样。对啊，不然怎样？他要拿卤肉饭丢他脸，你以为还有这个故事是不是？你以为后面我订了一个卤肉饭，你拿了20分钟，我下去买一只鸡腿，我都饱了。其实我就是笑笑的，反正想说，反正就是你就这样吗？你在骂我？你说我那卤肉饭做那么久？因为店家他好像就是送餐的时候比较早按，那其实我也等蛮久的，对啊，但是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是很好意思，对啊，不好意思。我看他问什么？等一下，你要跟我演啊！你今天怎么那么不会演戏？你再说一次，讲到一半那种。不是啊，就是因为店家这样子，他太早按了。那其实我们也等很久，我也是为了你在等这样子。那因为我们也怕说你的东西如果不煮熟、不煮好的话，你吃下去其实也会就肚子会不太舒服这样。我们也是为了你着想说，就是想说等久一点，等他把这个东西完完整整的做好之后，你是不是故意会剪那个汁一直继续这样？没有，我如果是那个客人的话，我会无言。那你也不用我跟他演那么久吧，我很累，我一直想台词哎。你觉得 Uber Eats 会做多久啊？其实现在的情况是因为疫情可能已经过了嘛，比较少单，比较少单了吗？就是以台中来说，我疫情稍微哪有已经很趋缓了，大家都会出门吃饭了，就是餐厅也开放内容。真的，我自从就是变2级之后，都没再叫外送了。因为有时候你真的觉得人与人之间变得很疏离了，还是约个朋友出来吃个饭，没有，我都一个人面。吃饭。大家知道了哈，想约人出去吃饭的时候，这一位一直在等你，他很想要没有，我都自己吃饭。你就是不想好啊？你们以后有想吃饭的时候，不要打给他，因为他只喜欢自己吃饭，这样可以了吗？你怎么让我今天里外不是人呐？我今天不对耶。是啊，那刚你还没回啊？忘记了。你到底会不会想继续做下去？对啊，你只说现在疫情的关系。我想说到底要飞到哪里去？反正就是因为现在疫情关系，所以基本上钱变比较少，就是单量也变少。再做多久，其实我不知道就是可能哪天有一个稳定工作的机会的话，我可能就是也不会不做，就是可能偶尔可能接个单，想上就上，想下就下。所以你们可以一天只接1单就下线，可以，也可以一天都不要接。记得我疫情期间我有加入什么优享，然后有时候可能6、7点叫东西就叫不到，因为被叫完了啊。可是我是听说很多外送员是因为什么不好赚，所以就不接。不是不可能，真的吗？超好赚，那一阵子不是好赚到不行，因为你只能在家里，你也不能出门，你也不能外用，你就会懒得出门买东西。你那个时候一定是他们骗你，他们骗我。你们不是有什么优享专案跟一般会员嘛？然后一般会员不是什么要加外送费，可能有的比较贵，49块、59块这样子。然后优享的话就是完全不用管外送费。就是会有分2个区块，就是你们一般的外送员会只想要接一般，因为才有外送费可以赚，然后优享比较少。没有没有这件事情吗？没有这件事情哦，这直接是一个都市传说，道听途说。可是真的，就有人在讨论这些什么 PTT 之类的。个人是觉得一定是因为那个期间用量太大了，有些外送员看到下雨就说，我今天不接单，会吗？那这是一个新的问题，就是下雨天你为什么接单吗？我接，因为像刚刚说到的，就是你们说那个优享专案那个嘛，对，其实它不是说有专案就不想接，因为像我是跑 Uber 的，我们本身的系统看到的就是现在是比订单进来了，就跟你说哪里取货，哪里下车，就只有这样，他没有那么多细节这样。对，然后他就是可能会估算这趟的里程大概是多少钱，就先给我们看这样，那我们就可以选择要接还是不接。那个优享方案其实跟我们真的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插个话哦，你们的那个算的那个钱是看里程吗？类似我从西门送到师大或跟
跟西门送到南港，就是南港赚比较多。对，他是所以他是算越远越多钱哦。对，他是看里程的。哦，所以我今天想大赚一笔，我就是绕全台这样整个一直就最远的距离这样送，我就可以赚最多。首先你的 app 要支援嘛，因为他会说距离太远不支持。我可以送到阳明山上的擎天岗吗？小旭，你到最后想要跟荧幕前面的观众朋友想跟他们说什么吗？我就想说你们要不要多体恤之类的。对于之后想要加入 Uber E 的大家庭的，要不要？没有，只有业配，快点，Uber E 或是4 Panda 的人。我只能说就是外送员其实也是很辛苦的啦，所以就是不要凶外送员。对，除非他态度很差，不然其实不要凶外送员，我只能这样讲。网友的问题，因为他们都对于外送员蛮好奇的。真的有人会给小费吗？有，会给多少？我遇过最多是给我200块现金。你说现场给你？对，下大雨真的是暴雨哦，那一定要给，不给不行。平常有些就是可能就是因为Uber系统可以直接给那个是奇葩这样，也会收到。要怎么偷吃食物才不会被发现？大家不要这样做啊！我先说我不会偷吃，我真的不会偷吃，所以这个不要问我。外送员一天工作多久？想做就做，可以不做。有没有遇过穿很少的来拿餐，或是有没有遇过片中的情节？片中情节是没遇过，他穿很少的是我穿条内裤来拿的。哦，因为男的，身材好吗？拉呗。哦，因为我送到汽车旅馆。哦，对。那我再额外问一个问题，有人会敲你跟你聊天吗？目前有遇到一个是真的，就是接到单，就是我才刚拿到餐，准备去他的地点的时候，就是傻旭吗？对，然后到现场之后，有人是放在门口嘛，在门口等我拿餐，嘘寒了，聊了几句之后，嘘寒温暖了几句之后，我就是聊了几句之后，我就继续跑单。就这样，今天发现订单在自己家里会很惊讶吗？好可怕哦！我会很惊讶啊。自己住的话，吓死。那有可能是人家送来的啊，生日啊，生日会，然后你自己接到，那吓到啊，那蛮可爱的。我是温馨节，我把整个事情弄得好温馨哦。你看你多恐怖，会不会温馨一点呢？不要温馨啊！你信不信会让整个 YouTube 充满安全与快乐？爬过最高的楼层是几楼？6楼顶加没有电梯。6楼顶加没有电梯，那是7楼嘛？对，7楼的。好了，以上现在这些故事也蛮有趣的。然后小秀想跟大家说什么吗？我刚刚说过了吗？再讲一次啊！不要再讲，你不能剪前面的吗？没有，好接起来啊！我刚刚说接起来。好了，你就是对外送员好一点啦，外送员没有欠你们。OK， 好，喜欢就帮你按喜欢，不喜欢就帮你喜欢。这边左上角会有多拉跟小旭的 IG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那我们要怎么加入？如果突然间我真的穷困潦倒，也不用穷困潦倒，我突然很缺钱，我好想做 Uber E， 我要去哪里申请？我要做 Uber E 这件事。对啊，那顺便加一个问题，就是到底加入 Uber E 是门槛会很低吗？门槛会很高吗？其实你是不是打从心里觉得加入 Uber E 只要会骑车，什么都不用会啊？不是吗？要懂进退啊，懂礼仪啊。我就不会骑车啊，还要懂得时间规划。那直接被我们飞走。好，所以我太激动了。要加入 Uber 的话，想加入这个大家庭。好，你就是需要准备身份证嘛？怎么搞得好像 Uber E 的业配吗？我们不讲这个吧，算了啦，剪掉。